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让科学家们挠破头皮、屡屡陷入霍斯的一大谜题——暗能量。好消息来了，或许我们要告别暗能量，跟暗能量说再见了。科学家们可能刚刚找到了一把打开宇宙加速膨胀之谜的钥匙，揭示了隐藏在我们宇宙深处的全新秘密。过去20多年，科学界普遍认为是暗能量这个神秘角色，在幕后推动着宇宙越来越快的膨胀，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把宇宙往四面八方拉扯开。从数学公式来看，暗能量确实能完美地填补观测数据的空白，但它始终只是一个假设，就像拼图中强行安插的一块，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它真实存在。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科学家，哪怕用最灵敏的仪器，也从未真正看到过暗能量的身影。它像幽灵一样存在于方程里，却从未现身于实验中。但现在，一个由国际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提出了惊人的观点：也许整个宇宙根本不需要暗能量来解释加速膨胀，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根本、更简单。他们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芬斯勒引力的全新几何理论，提出一个令人震撼的可能性：宇宙的加速其实可能是因为时空的形状自身就带着动力，根本无需额外的能量推动。如果这个理论经得起进一步验证，那它可能彻底颠覆我们对宇宙加速背后机制的理解，撼动几十年来支撑现代宇宙学的核心假设之一。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们将一步步拆解这个新理论的核心，看看它是如何挑战传统模型的，并了解它为何可能成为解开宇宙命运的关键钥匙。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从头开始，一起进入宇宙最深的谜题。早在1990年代末，天文学家们通过观测遥远的 Ia 型超新星，这些宇宙中的标准蜡烛，第一次震惊地发现，宇宙不但在膨胀，而且膨胀的速度还在加快，完全出乎意料。这些观测数据完全不符合当时主流模型中宇宙逐渐减速的预测，就好像你扔出一个球，它非但没有慢下来，反而越飞越快，反物理直觉。为了让爱因斯坦的方程与实际观测对得上号，宇宙学家们只好引入一个打补丁的办法，假设存在一种叫暗能量的神秘物质，它不像引力那样吸引，而是像反引力那样把宇宙推开。但说到底，暗能量更像是为了让公式成立而添加的一项假设，而不是从根本上解释宇宙为何加速膨胀的原因。这项颇具颠覆性的研究是由应用空间飞行技术与微引力研究中心联合布拉索夫特兰西瓦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共同完成，并正式发表在权威期刊《宇宙学和天体粒子物理学杂志》上。为解释宇宙加速膨胀，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新方法。他们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往宇宙里填东西，而是选择回到原点，直接从爱因斯坦的引力方程下手，重新审视其中的几何基础，把目光投向了支撑宇宙结构的最底层逻辑。为此，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芬斯勒几何的数学工具，它是一种比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使用的时空模型更为灵活的框架，能够描述更加复杂甚至方向性不同的时空结构。和传统的各项同性模型不同，芬斯勒几何允许时空本身根据物体的运动方向或速度产生轻微的变化。这些看似细小的差异积累到整个宇宙尺度时，可能就引发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宏大加速现象。研究团队巧妙地将芬斯勒几何引入到描述宇宙膨胀的核心方程弗里德曼方程中，用它来重新建构宇宙膨胀的剧本，从根本上修改了宇宙如何随时间演化的设定。而当他们把这个新版本的方程带入计算后，得出的结果令人震惊。不需要任何暗能量，宇宙也能自己加速膨胀。即便在完全真空、没有物质、没有能量的宇宙中，这些新方程依然自然地产生出加速膨胀的结果。也就是说，宇宙自己就有这种趋势，而不是被某种神秘力量推着跑。当然，这项理论不会一夜之间推翻我们几十年来建立的宇宙学体系，它更像是在原有大厦下挖掘了一个全新的地基，有待更多研究来验证它的牢固性。但这个模型让我们意识到，过去我们以为是神秘能量在起作用的宇宙加速，
可能其实只是宏观时空结构自身的一种自然行为，就像水流加快并不需要外力，而是因为地势的变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新模型在低能量、日常尺度的宇宙环境中，依然能与现有的标准宇宙学模型对得上，说明它并不是离经叛道的怪胎，而是有可能成为主流理论的自然延伸。它并没有和现今最成功的宇宙模型 Lambda CDM 模型发生直接冲突，也就是说，它在目前最关键的观测数据面前站得住脚。这个模型所做的是不改变结果的前提下，重新解释那些现象背后的驱动力，从暗能量转向几何结构，从添加新成分转向重新定义宇宙本身的构造方式。换句话说，这个新理论并没有试图往宇宙中硬塞一个新角色，而是果断删去了暗能量这个设定，取而代之地是让时空的几何本身来承担加速的发动机角色。这个观点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直接挑战了现代宇宙学中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我们正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推着往外走。而现在，它告诉我们，也许我们走得快，是因为路本身就倾斜。必须承认 ，Lambda CDM 模型，也就是包含暗能量加冷暗物质的标准宇宙模型，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非凡成就。它几乎完美地解释了大量宇宙观测结果，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到星系的分布结构，再到遥远超新星的亮度变化，以及引力透镜效应的数据， Lambda CDM 都对得上，堪称是目前最合身的宇宙模型。不过Lambda CDM 成功的背后，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瑕疵，它必须依赖暗能量这个人为设定的变量，一个从未被直接观测到、仅存在于方程中的补丁。相比之下，这种新方法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它不依赖新能量或假设粒子，而是让宇宙的几何结构自己发力，把加速现象融入到了宇宙的骨架里。在这种理论下，分斯勒几何就像一把刻刀，把宇宙加速膨胀的趋势直接刻进了时空结构之中，不需要再去找什么外力或神秘成分来推动它。这个理论其实也正好踩在了当前理论物理的主流趋势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转向研究时空结构本身，尝试从宇宙的根骨架里找答案，而不是在一味假设有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物质在影响宇宙运行。事实上，分斯勒几何并不是唯一在这条道路上前行的理论，在它之外，还有像 F2 引力理论以及各种新兴时空框架，也都在尝试用修改后的引力公式来解释宇宙现象，目标都是找出更根本、更优雅的解释方式。但分斯勒几何的优势在于它的数学优雅，不仅逻辑清晰、结构严密，而且无需人为添加任何物理成分，就能自然推出加速膨胀的现象，这让许多物理学家都为之一亮。这个方法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只动了宇宙几何的结构，剩下的一切交给方程自己说话，让自然规律自洽地演算出结果，而不是靠人为调整参数。更让人放心的是，这个理论虽然创新，却并没有和现有的宇宙观测数据打架，它依然能够很好地匹配我们通过望远镜、卫星和探测器得到的真实信息。换句话说，它既保留了标准宇宙模型的成功之处，又对宇宙为何加速这一核心问题给出了更深入、更根本的解释，打通了一个逻辑闭环。正因为如此，这个模型才在科学界引发关注。它不仅在数学上说得通，而且在物理上也站得住脚，具备了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说服力和可验证性。当然，这并不是说暗能量一定是错的，它依旧是当前最主流、最常用的解释方式，帮助我们解读了大量宇宙现象。但它提醒我们一个重要事实，或许我们至今只是用暗能量来描述现象的表面，而没有真正搞清楚背后的成因。就像看到水流动，并不代表你理解了水为何流动。如果宇宙加速真的是几何结构本身的副作用，那暗能量可能根本不存在，它只是我们在观测数据中读出来的一个数学结果，是对更深层次宇宙机制的一种提示，而非真实存在的东西。这个理论的提出还开启了一连串新的问题：几何结构本身会如何演化？它如何与物质产生相互作用？这些几何效应是怎么从一个小区域传导、扩展，影响到整个宇宙的？
这些都为理论物理学打开了新的探索空间。所以我们不只是换了几个公式，更是换了一副看宇宙的眼镜。我们正在从能量和粒子的视角，转向结构和形态的新角度来看待这个宇宙。当然，任何替代暗能量的新理论，不能只靠听起来不错就赢得认可，它必须经得起实际观测和实验的考验，必须要有用处，能够对数据做出准确预测。说到底，这个新模型要想被采纳，就必须在各项观测数据中表现得和标准模型一样好，甚至要更好，才有可能成为新的宇宙主流语言。如今 Lambda CDM 之所以能称王，是因为它几十年来都和观测数据高度契合，无论是望远镜观测，还是宇宙探测器返回的数据，它几乎从未让人失望。芬斯勒弗里德曼模型如果想上位，就必须接受一连串苛刻的测试和对比，证明自己不仅理论上自洽，在数据面前也同样可靠。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科学家们需要借助多个宇宙学观测工具和探测器，一项项去对照、检验，看看它是否真的能符合我们对宇宙的认识。首先要面对的考题就是超新星观测，这是一切关于宇宙加速最早也是最直接的证据来源。这些遥远的超新星就像宇宙的速度计，是我们最早发现宇宙加速膨胀的线索，直到今天仍然是检验宇宙膨胀历史最可靠的参照物。接下来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光，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简称 CMB， 它就像是宇宙诞生初期留下的一张婴儿照，至今仍在太空中回响。在这张婴儿照上，每一个细微的波动和温度差异，实际上都记录着早期宇宙的几何特征，可以说是时空本身留下的指纹，极其精密。再来看另一条重要的宇宙刻度尺——重子声学震荡，也就是BAO，它帮助我们测量宇宙在不同时间下的膨胀情况。BAO就像宇宙膨胀的年轮，记录了从宇宙诞生到现在，膨胀速度是如何变化的，对宇宙的结构演化非常敏感，是检验新模型的一把尺子。还有引力透镜和大尺度结构的生长模式，这两者揭示了宇宙中物质是如何汇聚、如何形成星系、星团乃至宇宙网的。通过观察这些现象，科学家可以反推出宇宙在不同阶段的动力学行为，也就是说，宇宙中到底是什么在主导物质的移动与聚集。目前来看，芬斯勒弗里德曼模型在某些关键数据点上已经表现出很好的契合度，但要说完美兼容仍为时尚早，很多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接下来的各种观测和实验将决定这个几何模型是否真的是一个更深层的解释，还是只是另一个需要修补的新猜想。它可能带来突破，也可能暴露新的矛盾。在理论层面上，科学家们还必须深入研究，在芬斯勒几何框架中，如果宇宙出现扰动、震荡或不均匀分布，它们是如何传播、如何演化的。换句话说，这个模型是否不仅能解释宇宙为什么在加速膨胀，还能解释宇宙中那些复杂结构，像星系、星团、宇宙网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这些结构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宇宙演化的产物。任何成功的模型都必须能够解释这些结构是如何从原始混沌中一步步生长出来的。如果这个几何模型不但能做到 Lambda CDM 模型做得到的事，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好，那它就不仅是一个新想法，而可能代表宇宙学的一次重大范式转变。这一次的突破不是像发现新星系那样找到新东西，而是重新梳理、重构我们描述宇宙运作方式的语言，是对基础规则的更新换代。而这种几何驱动加速的理念，也为基础物理学打开了一道新大门，可能引发更多关于时空本质的新问题和新研究。如果宇宙的加速真的是由几何本身驱动的，那它或许能和量子引力研究产生交集，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首次找到了把宇宙中最大尺度宇宙本身和最小尺度量子世界联系起来的桥梁。当然，目前这一切都还处在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离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新理论还有很多路要走。目前为止，暗能量仍是标准宇宙模型中的主角，因为它确实非常有效地解释了我们观测到的大部分宇宙现象，依然好用。至于这个几何模型是否真的能完全替代暗能量，
还得看接下来能不能经得起大数据的考验。这个问题最终得由宇宙本身来回答。这项新研究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也许宇宙之所以加速膨胀，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能量在推动，而是因为时空的几何本身就带着弯曲的冲劲。如果未来的观测数据能验证这一点，我们或许将彻底改写对宇宙演化方式的理解，进入一个新的宇宙学时代。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对这个模型进行严密的数据检验，看它是否能在现实观测面前站得住脚。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如果你觉得这个宇宙的新理论足够吸引人，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把它分享给同样对宇宙充满好奇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